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，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，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。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，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，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。丈夫说，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，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。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，影子的谜底揭开了，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，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。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。第2天欣赏照片时，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 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，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只见他倒了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了起来，喝完捏住鼻子，用手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10分钟，工作人员的裤子都被喷湿了。哎，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这耳朵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儿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眼睛写字的绝活，都是在眼睛涉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啊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啊，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呢，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，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。拿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啊，还打了个喷嚏疏通下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嗨，原来是感冒了。小哥说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，听说有人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世界纪录。下面这个大叔看了后表示，年轻人始终是年轻人啊。大叔的耳朵是个吹风机，把软管一头插入耳朵，另一头对准蜡烛，一口气就吹灭了20根。接着又把气球连接软管插入耳朵，一个深呼吸，接着捏住鼻子，气球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不到5秒钟，气球就吹爆了。工作人员试了试，哎，也不错，掏出了一坨耳屎，拿纸巾靠近大叔的耳朵，纸巾被吹得来回摆动。大叔还经常被邀请做表演，还
上过电视，平时生活中呢也可以用到这项才艺。过生日吹蜡烛，那必须用耳朵。儿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，轻车熟路的接过软管，对准蜡烛。对大叔来说，蛋糕上加点耳屎才美味。那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项才艺的？大叔说，小时候会拿树叶子吹，吹着吹着吧，一坨耳屎飞了出来，正好落到朋友嘴里，朋友都懵了，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耳朵还会出气，从此都没再掏过耳屎了。妻子很担心他的身体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大叔的耳膜和别人的不一样，当他捏住鼻子吹气时，耳膜就会打开，风就从耳朵漏了出来，但这样对耳膜是有伤害的。大叔表示以后会尽量少做，然而转身就给小朋友表演起了吹气球，看着小朋友开心的大笑，大叔很满足，同时也告诉小朋友不要模仿，还说了很多对身体的危害，小朋友都听懵了，我也没想尝试啊。然而下面这个更奇葩，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你说看着像人吧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，看不出是人是鬼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塞哟，吓得工作人员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她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有很大，今年72，她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。旁边的老太太都看傻了。工作人员问旁边的大妈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妈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。节目组找来了4个小伙子和大妈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一个小伙子双腿不停颤抖，败下阵了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5分钟，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的挂着，显得很轻松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还可以一只手轻松掰开苹果，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她70岁的那年，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啊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，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2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2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仔细看，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地出血，即使擦干后，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地渗出来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把渗出部位打开后，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，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。主人说，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。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，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没太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后，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用刀子把墙
肠子割开后，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这多少有点恐怖了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，用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，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？但主人说应该不会，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，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，为了保暖，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，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，师傅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师傅决定揭开墙纸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讲话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이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，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，无法阻挡冷空气，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每到半夜12点，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，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。主人说，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，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主人说，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。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听起来又哭又笑的，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。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，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，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，而且有声音的时候，燃气管道都会震动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。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，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，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，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，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，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，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。但是一夜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。过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。好的。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，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这不，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，即便手动关闭，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，完全不给面子。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，车子都是正常的，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。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，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，大哥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。一切准备就位，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，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，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，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。没办法，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，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，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，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，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。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，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，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每天都要吃猪饲料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屋里还囤了好几袋，就这样吃了50年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刚见到工作人员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里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但跟不上他的步伐，很快就不见人影了，只好回到他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他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他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，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他终于想起
起了自己的名字。那这下好办了，节目组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后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他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节目组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表哥也来到山上，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。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但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工作人员在旁边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他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他变得开朗了很多，还主动给工作人员递上食物。他终于决定走出大山，接着呢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，他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后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。这一躲就是50年，可能对他来说，山上这个寒冷狭窄的空间才是他唯一的庇护所。工作人员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虽说大爷吃猪饲料很稀奇，但和下面大姐吃的东西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他每天都要喝新鲜的冰红茶，早上起来就要去厕所接一杯，从一天喝1杯，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的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，有时候甜，有时候尝起来还像香槟。最喜欢的还是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儿，怕他喝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冰红茶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现在的他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眼睛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他还能活1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，还推荐大家都试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模仿啊，这属于偏方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大家千万不要信。就连他女儿们也不信，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，也不会再管你。他一听也对啊，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的更快了。很明显，黄色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钱的可以喝冰红茶，那没钱的吃什么呢？来看看下面这一位，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从来不付钱。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2天他再次出现，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。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店主是什么情况吧。店主说5年前他开始来店里吃饭，只点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他很穷。店主告诉他，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已经持续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想要做个回访，发现店主搬家了，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。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印度大叔花18万和母牛结婚，他认为自己和牛是同类，能听懂牛在表达什么，还说2人是真心相爱。更夸张的是，为了迎娶母牛，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还为妻子准备了华丽的嫁衣。这场婚礼足足花了他18万，还给亲戚朋友发了请柬。很多人慕名而来，目睹了这奇葩的婚礼，现场热闹非凡。很多人都说他疯了，但他却很开心，终于把心心念念的妻子娶进了家门，还说希望能要个孩子。然而当初做出这个决定，父母是坚决反对的。人和牛怎么可能在一起呢？大叔却说出了自己的理由。原来大叔空闲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找自己家的母牛说话，每次聊完天都感觉很放松，跟自家的母牛待在一起就是他最为快乐的时光，感觉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。最终不顾劝阻和母牛结了婚。婚后的日子里，他白天去上班，晚上回来陪母牛，他和母牛同吃同睡，一起洗澡看电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喝牛尿，说是能治病，而且每到结婚纪念日，他还会给妻子准备礼物，就比如一把新鲜的草或者几根新鲜的玉米。自从和牛生活在一起以后，还戒掉了自己赌博的坏习惯，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幸福。奇葩的还不止他一个，下面这位印度女孩更夸张，18岁印度女孩嫁给了一只流浪狗。这荒唐的一幕竟然是女孩父母一手安排的，父母很看好这门婚事，而且狗狗还是父亲亲自挑选的，还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狗狗盛装出席，头上被画上了喜庆的红色，脖子上还带着绿色花圈，女孩也穿上了手工编织的华丽婚服。然而她却并不开心，没办法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她也不敢违抗。为啥会有这么奇葩的父母，亲自把女儿往火坑里推，真的是奇怪。
快。婚礼开始前呢，狗狗先坐车去新娘家迎亲，看得出来狗狗也不是第一次当新郎了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婚礼现场甚至昏昏欲睡，村里的妇女会做一些奇怪的仪式，还会让全村男人都喝下玛莎拉。婚礼举办得很成功，完事后直接送进了洞房，接着还让女孩把黄豆撒在床上，预示着早生贵子，这就很离谱了。原来啊，村长认为女孩给村里带来了诅咒，和狗结婚就可以把厄运传给这只狗狗，以后在家的男人就会长寿。而且不仅仅是他，凡是被认定身上有诅咒的女孩都和狗结过婚。村子里每年都会有4到5个女孩和狗结婚，据说都已经摆脱了邪恶的魔咒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家人都认为她身上的魔咒也被破除了，以后就可以正常嫁给喜欢的人了。但不得不说，这只狗狗是真倒霉。然而下面这只狗狗就幸运多了。这家饭店的服务员是条狗，每当顾客上门，它就会点头欢迎，还一直保持微笑。客人如果来了很多，它会挨个点头欢迎，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人。3个孩子在它的耳濡目染下，也学会了欢迎客人，学得有模有样。等客人落座后，它先挑着篮子送上菜单，接着再送上湿纸巾。主人为了奖励它，每次都会给小费，它也很懂事啊，每次都把小费存在垃圾桶里，准备以后给孩子买狗粮。平时只要客人喊一句，它就会上前帮忙。客人觉得电视声音太小，它就会积极的送上遥控器。饮料机里没有纸杯了，原本在旁边休息的狗狗又立刻找到纸杯送了过去。客人都觉得很神奇，还说自己家的狗只会拆家。晚上饭店打烊后，它又化身清洁工，叼着扫帚开始扫地，扫不到的一些犄角旮旯里，它会钻进去把垃圾叼出来，熟练的丢进垃圾桶。而且它能分辨出什么是垃圾，像这把掉在地上的勺子，它就会捡起来交给主人。打扫完毕，关灯睡觉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主人说，狗狗已经在店里待了7年，从来没和客人发生过不快，不少客人还专门跑来看它。有了它的帮忙，自己轻松了很多。这还真是现实版的汪汪队立大功。好了，我是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